今天啊，我想和大家宣布一个很离谱的项目，我们造出了自动写作业机器人。你看，自己翻页，自己找大模型去答题，再自己写这个字儿，哎呀，都不用我细说，大家应该已经目瞪口呆了吧？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东西来呢？我今天就来和你好好的说道说道。那这两天暑假已经是到了尾声了，我相信在座有不少的学生朋友可能还在为这个暑假作业发愁吧啊！其实我在10几年前也和你们一样啊，喜欢把暑假作业堆到最后2天来做。那2天，这朋友和父母看我的眼神都是跟临终关怀一样啊！当时我就做过这么一个白日梦啊，幻想着我要是能有一个哆啦 A 梦的口袋，就一定得变一个帮我写暑假作业的机器出来啊！那如今10年以后，科技是飞速发展了，我们已经有了 AI 大模型，我们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写作业呀。虽然说啊，我早就已经过了学生时代了，这不需要经历这种作业焦虑了，但是小时候的这个梦想，说不定现在还真的能实现呀，是吧？你要知道，我小时候是个特别喜欢耍花样应付老师的人啊，所以一想到这种点子，那真的是虎躯一震。突然就回到那个10几年前的状态了啊！好，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必须得做出这个暑假作业机器人，圆一个童年梦啊！决定要做这玩意儿之后啊，就要考虑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了，到底要怎么设计这个机器人呢？先来理一下思路，拆解一下我们要做的事儿啊。首先，我们人类写作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的眼睛看到题目。我的脑子思考这个题该怎么做，然后我就手提笔写字儿，对吧？写完一页之后，我还要用手翻到下一页继续写。那么在机械结构上，我们就首先需要用一个摄像头来采集作业。一方面要用图像识别算法来确定作答的位置，另一方面呢，也要把这个题扫描下来扔给大模型去答题。大模型返回来答案之后啊，我们就要把这个答案转成人的笔记，要确保这个机械臂啊可以控制笔把这一个个字儿给写出来，还得看起来像是人类写的，对吧？最后写完这一整页之后啊，我们还需要一个机制来翻页，接着写下一页。啊，这样拆解完，感觉要做的事情可真的不太容易啊。那就先来看看这个机器人的硬件部分要怎么搞吧。我们一开始想的是，要不就拿一个写字机来改嘛。写字机这个东西，淘宝一搜是一大堆啊，看得出大家对于罚抄的这个需求还是挺大的啊。那它的原理就是你在软件里扔给它一段文字，那它像这样在规定好的位置给你写出来。当然这个完全是预编程的，并没有用到任何的 AI 的东西啊，是不是看着确实闻到了那么点雏形的味道呢？那么要让写字机能够智能的帮我们写作业呢，我们就得给它加上摄像头和 PC 来实现这个图像识别啊，以及我们还得要做一个翻页机构。这个摄像头呢，其实已经有现成的方案了，因为我们最早的手机续航测试的机械臂就是拿写字机加摄像头改的啊。不如说我们对于写字机的改装已经非常熟悉了。当然，软件上还是要针对作业专门去写一个算法的。不过翻页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好解决了啊！一开始啊，我们就想过用滚轮啊，就像这样在纸上一滚就能够翻页。但是滚轮的问题就是这个书页都会贴得比较紧啊，它很容易啊一下子就翻掉好几页。我们想要的是一页一页的精确的翻，那滚轮就用不了了。后来我看到了何同学发的折纸鹤的视频，他用到了类似于真空吸盘的装置，那这个方法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但是试验之后啊，就发现一是作业的纸张太薄了，很难安全的把它吸起来；二是啊，整个结构它会做得非常的复杂。所以最后的最后啊，我们想到了一个看起来很野鸡，但是意外还挺靠谱的办法，就是用风扇把纸张给吸起来。首先，这个风扇它会负责吹散底下的纸，把纸张给分离开，这样以后再靠顶上的这个风扇吸起来，就只会吸起这么一张纸，不会把底下也给一起带起来了啊。最后再靠机械结构把纸给拉过来，哎呀，姑且就算是实现了翻页的功能了。
只是啊，这个整体看起来实在是有点太野鸡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啊，我们是基于原来写字机用的这个机械结构，用3D 打印件来改出风扇的翻页结构的啊，这是属于违章扩建啊，结构强度很糟糕啊。你看它动的时候就会抖得特别厉害，稳定性非常差，还暴露出其他很多的问题啊。哎呀，这才刚开始做啊，我就已经预见到了，如果以这个为基础，成品会有多么的不靠谱了。所以好好想了想啊，咱们还是别被写字机已有的这个结构给限制了，干脆啊就从零开始搭一个作业机器人好了啊，所有的设计啊、材料啊、电机啊，我们都自己来定，这样就完全不用妥协了。来，隆重向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写作业机器人2.0，代号白日梦。这个2.0计划，我们是筹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啊，才最终成型，是不是看着就要比1.0高端多了呀？反正我们整个是完全推倒重做了。那这2.0要改进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活动组件的自由度啊。我们决定这个写字和翻页机构啊，必须要分开，不能共用同一个组件。这2个头各干各的，活动范围就能够大大提高了啊。我们给这机器人设计了一个2层的方案，每一层啊都有一个自由活动的工具头。然后啊，就要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了，就是稳定性啊。稳定性不好，不仅会引起 bug， 还会导致机器运作起来非常的慢。那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来攻克之前的那些痛点了。原来的写字机上啊，这线性移动用的是滑轮车，就是用2组橡胶轮夹住型材。那这个结构的精度是非常低的，而且一旦橡胶轮不圆滑或者轨道不平整，都会引起震动啊。所以我们决定在2.0上全部使用线轨。线轨的精度是很高的，并且线轨上的滑块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和轨道一起调好，很轻松的就能实现低阻力的线性移动了。之前版本的另一个问题啊，是它用来移动工具头的这个组件呢，它的 X 轴和 Y 轴是分开控制的。X 轴的电机是在上下两端，而 Y 轴的电机是在工具头上。如果我们想移动 X 轴，那就得整个工具头加上 Y 轴电机，加上2个 X 轴电机一起移动。这不光非常的重啊，导致移动起来很慢。每个电机的震动呢，还会影响到结构强度，这个想想就很不稳定啊。所以我们就决定换用3D 打印机里面经常能够用到的 Core XY 结构。那这个结构的好处就是2个电机的位置是固定的，不参与运动，这个就从根本上改善了结构的稳定性。Core XY 的开源方案其实网上有很多啊，我们也是基于众多的开源方案设计了各个组件。并且我们还通过去掉写字机上的落笔电机，改用自行车刹车线来做这个落笔的机构，进一步的给工具头减重啊。包括打印件的重量，我们这一次也是精打细算，专门设计了小巧的组件啊。再来看看这个新的翻页结构。这一次呢，我们用了一个高速涵道电机来制造吸力，像戴森的吹风机里用的就是这种电机。比起之前的电脑散热风扇呢，这种电机的推重比要高不少啊，提供了更大风压的同时，重量还更轻。当然，这种暴力风机如果进风端直接怼到纸上的话，搞不好会把这个纸给吸进去搅碎掉，显然是不太能够直接用的啊。所以我们也为这个风机专门设计了进风风道，能够在纸面上形成一个高速气流，用流速差来产生压力差，这样就能够安全稳定的吸起书页了。有了这2个更轻更快的工具头之后啊，写字和翻页的稳定性和效率绝对能够提高不少了。那在收尾之前啊，咱们再给线轨和轴承都喷上点 WD-40啊，把这些关乎可动性的结构都给清洁和润滑好，确保写字机构的运动可以更加丝滑。我们既然决定要做2.0版了，那就得做得彻底一点，对吧？给它加上个轮子，做成一个小推车，可以推着走。摄像头呢，也可以升级成高端的工控摄像头。最后这个顶上再铺上无影补光灯，有了确定的光照环境，就可以把相机的参数给固定下来了，不用每次都临时改 ISO 和快门了。充足的光照也可以减少我们拍出来作业上的噪点。那咱们在灯条的外面再加一圈这个背光板作为点缀，好了。哎呀，这看着怎么有种流动摊贩的既视感啊！不管怎么说，这一台白日梦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帅的吧。好马还得配好鞍啊！我们这台白日梦呢，毕竟涉及到 AI 计算嘛，那推理的部分肯定就需要一台 PC 来跑了，最好还得是一个便携的笔记本，方便我们集成到整个结构里面。那就说到这个 AI 性能强大的笔记本啊，就不得不提到 GeForce RTX 4070了。笔记本版的 RTX 4070可以提供321 TOPS 的 AI 算力，跑我们的图像识别推理那绝对是轻轻松松啊！并且现在的4070机型啊，性价比都很高。
我们这一次拿来计算 AI 的是一台华硕天选5 Pro 锐龙版7940HX 搭配140瓦的满血 RTX 4070，售价8999元。最近全国各地买 RTX 40系的笔记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补贴可以拿，最高可以贴2000元。比如在北京，京东就已经率先启动补贴活动了。你可以去看看你所在地区的这个具体的补贴信息和规则，只要价格合适，不管你是跑 AI 也好，还是玩黑神话悟空也好，都挺好的啊。这么一台算力充沛的好机器，我们就直接放在白日梦的底座上连接好吧。到时操作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远程连到它上面来控制了。好，把硬件给搭出来啊，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还只是9牛1毛呢。真正让人头疼的显然是软件啊。我们来咨询一下我们的 AI 专家要怎么做软件吧。哎，现在已经是 AI 的时代了，谁还在写传统软件呢？我们直接上端到端多模态大模型，我们直接把摄像头的图传给大模型，随便写一个 prompt， 让它直接输出机械臂的运动坐标。你看是不是像这么回事啊？拿来运行一下试试。看来你这个大模型一步到位还是太超前了一点啊！我们还是脚踏实地，一点一点、一步步的来解决好了。首先还是要拆解一下任务。拍下作业的照片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裁剪处理成便于提取信息的格式，然后得在这个上面找到哪些是题，哪些是空需要填啊。拆出一道道题之后呢，就可以交给大模型来解题了。大模型输出的答案是文本，那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文本转化成字迹，并且把这个字迹对应到机械臂的坐标上，要给所有的笔记生成一个路径文件，最后交给机械臂来执行。哎呀，好多步骤啊！好在我们的思路还算清晰啊，那就可以一步步开始撸码了啊。第一步呢，写一个算法来裁剪相机拍的图片，这个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接下来机器人就得搞明白哪里是题，哪里是空了啊，这个就要开始借助 AI 的力量了。来，隆重介绍一下 Layout LM。这是一个多模态的大模型啊，大概是有300多万的参数吧。简单来说啊，这 Layout LM 是可以理解图片上文本的内容，结合文本的位置来框选我需要的内容。项目本身已经基于1100万张图预训练过模型了。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需要一些标注数据，就是人工标出来哪里是题，哪里是空，那专门去针对这个场景来训练，就可以让 Layout LM 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了。那么数据标注这么重要的事情，自然就要交给摸鱼的员工来做了。我们好好看一下公司里有没有人在摸鱼都在认真工作啊，是不是啊？你怎么才打到大头啊？你也太菜了吧！哇，浪费时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个好玩的。借着打大头的毅力啊，我们的小伙伴是很愉快的就完成了数据标注啊。那么再扔给我们机房里的 RTX 6000来训练。那有一说一啊，这48G 显存都训练了2天半啊，这个活还真不轻松啊。好在训练也就跑一次，练出模型之后就可以用白日梦上的 RTX 4070笔记本来推理了。由于用的是 N 卡，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去优化推理管线，训练出来的模型直接丢到笔记本上就能用了。我们实际尝试下来啊，这 RTX 4070的推理效率确实还不错，只需要2秒多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画出所有的这些框框来了。你看这画的还挺准的，是吧？机器人表示这下看懂了。知道了题是啥，我们就得进入最关键的一步了，就是拿着这些题给大模型去解答了。可到底哪个大模型最擅长做题呢？要怎么调才能提高它的准确率呢？这些问题还是挺棘手的呀。但是不用担心，我有一个非常懂 AI 的哥们，就是林毅。他说这个事儿交给他就行了。好，极客湾速通暑假作业这种大善事儿，那我必须参与啊。有了极客湾搞好的题目截图，让 AI 看图给个答案呢，其实并不难。今天很多大模型都支持了多模态，能直接理解图像语音，而不再只限于文本。像咱们把题目的照片发给多模态的 GPT-4o 让它做，它直接就能把答案吐出来。都能答，那接下来就要确定谁答得好。我们团队呢，用之前做大模型和平挑战的思路，搜集了一大批作业题，分学科呢跑了一遍全模型对比测试程序，结果呢是大跌眼镜。全球 T0 级别的大语言模型居然呢全军覆没，按满分100来算呢，大名鼎鼎的 GPT-4o 只拿到了41分，后起独秀的 Cloud 3.5 Sonnet 才33，其他的呢就更是惨不忍睹。大模型怎么会这么拉呢？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评分出了问题。用程序给大模型写的作业打分的坑呢，比想象中要多不少。比如说选择题，
大模型呢不一定只输出正确选项，可能呢还会附上解释。但这样一来进行文本比对的时候，两边呢就不一样，按做错算了。填空题呢 AI 给出来的回答也有可能意思是对的，但和正确答案不完全一样。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灵机一动，把打分也交给了 AI 来做，这样呢就不会那么死板了。可换了个不冤枉人的打分老师重测之后呢，这些多模态大模型的真实能力也的确都不太行，跟各自的纯语言版本老父亲都比不上。得分最高的 GPT-4o 也只拿到了53分。不过呢，它倒真是全面领先，在各学科都是第一。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就是针对这一个大哥疯狂优化，使劲给 GPT-4o 增智慧。我们总共用了3招，第一招思维链。咱们上学时候做题呢，可不是看一眼题目直接甩答案出来，而是一步步往下推导。所以我们呢让大模型也这么干，先把解题思路列出来，然后呢再分步骤把题目搞定。大方向确立，接着呢就是第二招互联网。众所周知呢，人可以8小时不吃饭，但不能3小时不上网。宽带那头的好东西可太多了，让 AI 上网查资料给咱们写作业，那岂不更是美哉？我们给大模型接入了搜索引擎，专门写了套指令，让它自己总结题目的关键词，去网上查，开卷答题。最后一招呢就比较细节了，就是呢还得告诉大模型题里面要填的空的数量。本来大模型呢就不擅长算数，咱们用的多模态版本还多了个图像理解的过程，就更是把这个弱点超级加倍。时不时呢 AI 就会看着5个空只写4个答案，万一漏掉的空是第一个，一串一窝，那就全错了。好在前面极客湾接入的 Layout LM 呢，已经能很准确的得到空的数量了。把这个信息告诉大模型，这类严重影响分数的错误呢就缓解了不少。3招组合拳打出来之后呢 ，GPT-4o 写作业的准确率终于被大幅度提升到了74.4%。这个成绩呢还是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的，但接下来呢就都是需要慢慢磨的长尾工作了。暑假作业这个东西呢，大家懂的都懂，写了比写准更重要。所以呢，我们就先把这个版本交给了极客湾，为消灭暑假作业这个崇高事业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哎，你看林哥他们还是很追求准确率的，至少让老师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对吧？哎，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用了 GPT-4o 这么一个云测的模型来解答。如果咱们要求放低一点，倒浆糊，只要做了就行，不用管准确率的话呢，甚至可以用端测的模型来做题，直接就跑在这个4070上，还能省掉 GPT 的延迟呢啊！好了，现在我们拿到了答案，那是时候就开始写作业了。我们让机械臂动起来。那之前在图片上处理的笔画呢，都是以像素坐标作为参考的，而机械臂它对于像素坐标它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它只听得懂物理世界的坐标 ，x 轴动多少毫米 ，y 轴动多少毫米，对吧？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简单的变换算法来一一对应啊，就是这个仿射变换。咱们得定义几个点来帮助校准，用这个公式一解呢，就可以把2个坐标系给映射起来了。那考虑到机械臂可以直接画图，那我们就干脆让它画一些2维码来作为这个校准点好了。那校准完了坐标关系，就能想写在哪儿就写在哪儿了。要不我们现在就来写写看好了。哎，怎么写出来是这种样子的字儿呢？空心字儿啊，这也太怪了吧！其实要让机器人惟妙惟肖的模仿人类写字儿，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首先你要知道啊，这电脑上的字体，哪怕是手写体，也并不是手写出来的，而是多个闭合的多边形组合成的矢量图形。让机器人直接写，就会写出这种空心字儿来。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算法来转换它。第一步啊，我们就得先用到一个叫做 Handwrite 的开源项目。它在把矢量图渲染成像素图的同时，会给每个闭合图形做随机的位移，这样哪怕是基于同一种字体的同一个字儿，写出来都会长得不太一样啊！这是不是就有点手写那味儿了呢？然后我们得把像素图抽壳成这种骨架图，再从里面找到每一笔应该从哪里画到哪里，最后再简化一下笔画，哎，就像这样啊，变成这个之后，机械臂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那这个 Handwrite 还是基于已有的电脑字体做变换再渲染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字体，全都可以直接拿来写。想写的工整一点，咱们楷书安排上了，你甚至可以找一个可爱的少女风字体来写啊！哎，这种字体最适合飘哥这种猛男了，这一看就是本人的字迹啊！当然了，写作业嘛，光写字儿是不够的，还得会写公式啊！那么从大模型输出的公式呢，它都不是长了一般的这个数学符号的样子啊，它都是写成这种 LaTeX 格式的。那这些数学符号要想正确的书写，我们就可以找一个 LaTeX 引擎渲染成像素图，然后再走一遍刚刚生成笔画的算法，那机械臂就可以正确的写出公式来了。这样一来，这台白日梦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好，又过了20多天的时间啊，你这个硬件、软件是不是调的差不多了啊？都调好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启白日梦的首航了呢？准备做他的生涯第一份暑假作业了啊！今天准备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语数外3科的一个作业啊。我觉得我们要不先做英语好了，毕竟大模型是 GPT-4o 嘛，英语它母语，可能我觉得英语是不是做起来准确率会更高一点啊？可以的，先来个简单的看看啊。那今天准备的这个英语呢，有这个完形填空和这个语法填空。我们来看一下它写的这个效率，写出来字的这个字迹，对吧？它准确率怎么样？那我现在就开始运行这个脚本了。现在是在把 layout LM load 到显卡里面去这个过程。对，它是一个纯本地的一个推理。这个是我们整个白日梦这个项目里面端侧算力要求最高的一步了，对吧？算是。是的，2.25秒之后啊，这个 layout LM 已经推理完了啊，这是它推理的结果。那他现在应该开始把这个题提交给 GPT。对，他现在提交的图呢，就是这么一张图，他现在已经是在往网上去。但是 GPT 我们得等一段时间。OK， 他现在在一个一个的生成他的笔记。哇，这个字看起来就像我以前写的那种一样。哎，开始写了。哇，这实际写起来还挺快的。它是一次性把整页的全部算完，然后全部一起写。我就一笔一笔在这儿写英文。这个笔画的顺序其实不是你人写的一个顺序写的，它是按照一个机器的，对，它怎么运动比较方便，按照一个算法来写的。一共写了多久啊？这个1-2分钟吧。你做题做了1分多钟，然后写字写了1-2分钟。我觉得这个效率好像还是要比小朋友要高一点的，肯定比小朋友要高一点的。他这个感觉确实是有点那个手写那味儿啊，摇摇晃晃的这个字体写出来是吧？这个答案其实挺对的。我看看是不是啊？6，没错啊 ，circle。这个你看它机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老是顶格写。你如果是人的话，你这个啊你就不会写在这儿，你会写在稍微中间一点，在中间一点。但没关系，反正老师是看不出来的。No， 哎，等一下，这个好像有点问题。这个有问题的啊。Besides that， 这个也是对的，对。啊，它连大小写都是对的，分清大小写的，对。We can contain 是个什么东西？他应该想写 continue 吧？太短啊，他没写出来 contain。那这样的话，这一份里面大概就错了个2到3道吧。其实这个正确率很高啊，我觉得还行啊，考虑到这是暑假作业。对啊，没有人会真正看这个东西。英语算是我觉得合格了。那我们要不升点级挑战一下？语文，可以。然后啊，这个是我们语文题的这个 layout LM，它也框出来了，然后下一步就是啊，他现在在做这一道题。啊，刚刚做是做完了，我们现在要生成笔记了。啊，这个中文字看着感觉也真的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中文字我觉得写的要比英文还要再真。哦，好，他开始写了。这个写题的顺序，其实我没有专门做这个调整，它是根据它识别到那个框的顺序来的。哦，所以它其实是比较乱的一个。对，其实是非常乱的。这个中文字，我觉得写的确实挺像那么回事儿。我操，我觉得很神奇。就他每一笔下去，你都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些啥。但是他写完之后，你就能看懂了。哎，写完了。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哦，醉里挑灯看见梦回吹角连营没问题。啊，裤裆脑出混淆，小丑水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这都没问题。棱角玩意。对，这个应该是选 C 的，应该是 C 啊。可能是因为拼音的关系吧，就是它可能不一定能够很准确的识别拼音。C 他说抑扬顿挫啊，那确实这抑扬顿挫放在这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是要对你这个文章去做一个理解的，挺厉害，他居然给他做对了。然后 CB 也是对的。对啊，只是贤者能够不丢失罢了，哎，少了个了，这个罢加了二有点怪。哎，这个题应该是选 D 的，他这个做错了啊。哦，所以他的语文就是阅读理解错了2道。对，然后前面的这个基础知识，由于他看不懂拼音，所以错了1道。哎，我觉得还行啊。那要不我们来给他挑战一个最难的，好了，数学。数学其实现在大模型做数学都不怎么样啊。这个我觉得他应该可能在数学上面就贵了。开始写了，好，开始写了。这个写的很快，哇，这个填的东西很少。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阵亡了多少啊？第一题选 C， 第一题正确答案是 C， 没有错。D， 对，他做对了，他做对了啊。B， 对，哇，选择题全对啊，全对。我靠，
填空我们来看一下，填空第一题这个是64x 的6次方。对，就是64。它其实是解对了，但是渲染有问题。对，这个是 latex 的问题。latex 的渲染有点问题。对，57度啊，这道题57度啊，这个错了。这道题错，而且它也没有写度的这个符号。对，然后下一道题，这就是它格式，它格式出问题了，又是个 latex 的问题。对，但其实答案应该是没错的。对，是4，他写了1，写了1，也是错，错，这一页上面才对了2道题。这有点，这个有点差了，有点菜啊！果然 GPT 不适合推理。共加起来一共是错了6道吧，可能都不一定合格，但是也算是对了一些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一个是 latex 生成数学符号的格式，对格式会有一些问题。第二个就是对逻辑的理解，可能还是他做理科，他要去识别这个格式，还要去写这个格式，这个对他来说是比较难。是的。哎，那我们提高一下难度好了，毕竟前面做的都是这种我们给它切好的这个卷子，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翻页机制用上了啊！我们要看看，真的给他扔一本暑假作业在这儿，他能不能完整的给他写完整的写掉啊？那我找到了一本这个衡水假期啊，哇，这个名字一听就让人毛骨悚然啊！我靠，哎，你这个还是个高中生物的这么一个作业啊，这是不是有点超纲了？GPT 啥都能做啊，那我们就让他做一本没有问题的，做一本高中作业看看好了啊。可以的，可以的。你这个要怎么才能给它定位定好呢？哎，这个用的是这个软磁铁，放在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这个还是确实是有点巧思的啊。然后这个书它就可以在这边随意翻了，就可以翻了。对，我们随便找一页开始了。哦，开始了。你这个它会有一个压着的一个动作是吧？哎，对，它会把纸压平，然后去写。这个风机其实还起到了一个压作业的这个作用，还有点意思。他就直接写了这个不会，直接写这个不会。我们这个设置的还挺有趣的，还挺智能的。这个划过来这一下有点影响啊。这个划过来把它这个全部给划掉了。哇，这有点抽象了。OK， 开始翻页，开始翻页了。能不能成功？哦，吸起来了！哇，成功嘞！哎，可以，可以。然后它压一下，压平。哇，太厉害了！啊，虽然这个翻页机制做的还是挺成功的，但显然还有一堆别的问题要优化啊。首先啊，就是这个压平的机制。刚刚你也看到了，在写中间隆起处的时候，它会压到对面去，就完全起不到压平的作用了。那我们就确保它能够压住中间的隆起，比如压在这个位置，哎，就可以顺利的写完中间这些题了。然后啊，这个书页中间的隆起呢，还会导致我们笔的行程中会这样划出这一道道的印子。那这个问题啊，就通过改变笔的轨迹来解决好了。要写另一页的时候，我们就给它绕一个道，别从隆起的地方过，笔就不会划到了嘛。啊，通过了一系列的优化之后啊，现在是时候给大家表演一下真正的技术啦。You assuming I'm a human, what I gotta do to get it through to you? I'm superhuman, innovative, and I made a rubber so that anything you say is ricocheting off of me and it'll glue to you. Fame, even though I walk in the church in person, a ball of flames. Only hall of fame I'll be inducted in is the alcohol of fame on the wall of shame. And make a fall on a face and don't be a retard. Be a king? Think not. Why be a king when you can be a god? 耗时3小时，完整写完了一本44页的假期作业。真正的自动写作业啊，怎么样？酷还是挺酷的吧？咱们这个整活绝对算是成功了啊！不过论效率的话，对于机器来说，3个小时我觉得还是挺慢的啊。这还是在没有什么大题的情况下啊，但反正比我人写肯定是要快多了。那为了让这一台白日梦能够更好的写出各科的作业，我们还针对一些特定场景做了 OTA， 比如理科的各种大题啊，哎呀，它之前只是写一个答案而已啊，所以我们就微调了一下 GPT 的 prompt， 让它以初中生的格式把详细的推导过程给写出来啊。这解答文字确实稍微有点 GPT 的味儿啊，而且大题的准确率就只能说随缘了啊。不过好在题还是可以完整答上的。还有一些特殊的格式，比如语文作文要写在这种格子里，这个我们还得专门写一个算法来帮它识别格子啊。不过有一说一啊，这 GPT 的写作文的能力确实还不错。你看看这写的，我就问你是不是像模像样啊？真的有点初中生的味儿了吧？这不说满分吧，绝对也是优等生的水平了。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啊有没有为了折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不务正业过呢？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啊，就曾经为了研究 BIOS， 给教室里的电脑超外屏我还记得学校里用的是奔4的 CPU， 配的是6200的显卡。那最后我是毫不意外的把教室里的电脑给超废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早上过来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点不了了，哈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3G 的流量是很贵的，所以为了让全班同学在上课玩手机的时候都能够用上免费的 WiFi， 我们几个同学还众筹买了无线网卡又插在这个教室的电脑上共享网络。我们当时花了好多时间研究 WiFi 协议包括组网要怎么组。当时还有信息课呢，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我们就在下面把这个电教系统都破解了，各玩各的电脑，就不被老师控制了嘛。我那时候上课还会带一个绿色的金士顿的 U 盘，2个 G 的容量，我还记得叫 Data Traveler 就长这个样子。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跟我用过同款的我会在里面放一个 GTA 罪恶都市，然后每一次上信息课就打开来玩。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罪恶都市还没有汉化的，全英文的，我还得一个一个去查单词所以为了玩游戏呢，最后把英语都给学好了哎呀，这一次折腾这个写作业机器人真的是回忆杀让我想起好多以前的糗事不过仔细想想，糗归糗吧，目的虽然不单纯，但是这一路折腾下来，还确实学到了不少有用的本事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我想说的就是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充满了好奇如果你想做的事情是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让你忍不住想笑的，你一定会干劲十足的我们造这一台写作业机器人的时候，就是干劲十足的。中间呢，虽然在这个自动化AI 这些问题上面都遇到了不少难题，但是因为这个项目实在是太好玩了，所以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啃这些难题，把这玩意儿给造出来倒不如说我们几乎所有的整活折腾类的节目，其实都是兴趣驱动的，因为好玩，所以我们才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才愿意去解决难题作为一个喜欢折腾的频道，我们的主旨一直都是玩到老，学到老。所以当你提不起兴趣的时候，或者你感到迷茫的时候呢，不妨回来看一看我们的整活视频，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前进的动力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整活的全部内容了有没有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长按点赞1键3连，不要吝啬你的赞多支持我们多转发，多收藏，对吧？也别忘了关注极宽的频道。这一期节目真的花了我们好长的时间来做可以说是我们今年最逆天的一个项目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一下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